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爱种菜的洗小厨。我们这里的姜啊很贵，贵到它经常被大家戏称为是蔬菜中的爱马仕。每到姜最贵的季节啊，做菜时敢放姜就是富裕的象征。所以啊，为了跻身富裕的行列，我今年呢努力的种了姜，希望可以多收获点蔬菜中的爱马仕，让我体会一下富人的乐趣。现在这一箱呢，就是我去年春天种的姜。现在冬季了，叶子已经全都枯萎了。我决定今天把它们都挖出来。虽然挖的有点晚了，我承认我贪心了，想让它们尽可能的多长一段时间。但是遗憾的是啊，今年呢天时地利都没有。上一个春天来的比较晚，而且今年的冬天呢来的比往年早很多，还赶上了10几年我都没遇到过的霜冻寒冬。所以这箱姜呢，我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。不管了，种了大半年了，还是今天挖出来看看吧。所有的茎叶都枯萎了，先把地上的这部分去掉。咱们按顺序从边上开始。哎，这应该是种进去的姜，但是这块烂了。哇哇哇哇哇，有哎，上面的土漏掉之后呢，这些姜就陆续的都显现出来了。其实姜长得并不深，就在地表浅层，所以很好挖。它不像山药啊，山药会长得很深。现在可以看到很明显的这些姜块都露出来了，轻一点。哎，感觉我像在考古，挖掘恐龙化石呀，被我掰断了，这个掰断了，这块还是蛮大的，这么大个儿，断的那块在哪儿？总是掰断，都被我掰断。你们见过姜的根部吗？看，挺粗的呢。这块应该是种进去的那个老姜。看，叮叮，像不像八爪鱼？呜，八爪鱼，大蜘蛛啊？什么大蜘蛛啊？哦，这么多姜，最贵的蔬菜之一，比我想象的要多一些。种植生姜呢，我有些经验，想要分享给想种姜的菜友。如果你也像我一样，住在四季分明、冬季有可能会有霜冻，而且夏季温差非常大的地区，那么有一些种植要点，我想要分享给你。现在呢，就来看我这次种姜的过程，咱们边看边说。去年的初春呢，我在市场上买了一些姜，把带芽点的边角切下来，进行了催芽。生姜买回来先催芽再种，比直接种更能提高成活率。催芽的步骤呢，简单说就是先晒2、3天，把切口晾干，然后放到有沙土的盒子里，放到比较温暖的地方，沙土呢保持微微的湿润即可。
之前呢，我专门分享过一期生姜催芽的方法，具体介绍了操作过程和技巧。需要的菜友们可以在说明中找到链接来观看，这里呢我就不详细说了。去年的春天比较冷，所以催芽的时间比较长，我用了1个半月的时间，姜块才出芽，所以我的种植日期是10月21日。播种的晚，生长期呢也就短，也是影响了生姜长大的原因。所以如果今年是暖春的话，我打算再提前一点开始催芽育苗播种。这里要说的是像墨尔本这个地区，我建议把姜种在可以移动的种植箱里或者是花盆里，而不是直接栽种在地里。因为我们这里的气候春季和秋季的气温怎么样，真的是要靠碰运气。这里的天气很任性，只要它想，随时都可以一天展示出4个季节。就像今年5月份时候的气温呢，就赶上了像往年的冬天一样了。因此建议把姜种在可移动的容器里，以便于我们应对这样多变又任性的天气。种姜的土呢，我用的是种过萝卜和豆子的旧土，外加上底肥，我用的是牛粪和蚯蚓粪。把姜块这样平放摆在配好的土上。我这个容器的尺寸呢是长60厘米，宽51厘米，高24厘米。我种的有些密集了，主要是当时的容器不够。大家有条件的话，最好要比我这个间距大一些。摆好之后培土，把姜块完全覆盖住，然后浇上水，这就算种完了。我这里夏季日照特别强，对于姜的生长来说，不适合这么强烈的日照。所以呢，我一开始是把位置选在了2棵树的树荫下的。但是没过多久，菜园改造，我们把这2棵树给砍了。于是种姜的这个箱子就经历了多次搬家，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。这是种下3个月后的姜。由于防晒措施不及时，叶片已经被晒得边缘干枯了。虽然有个棚子，但是每天还是要经历3到4个小时没有遮挡的暴晒。好在后来我给他买了把太阳伞。种点姜我容易吗？5个月了，有的姜已经开始长出土面了。这时我需要给它们添点土和肥。我用了一些旧土和自己做的堆肥，把它们拌均匀，然后用这些把露出来的姜覆盖上。浇水方面一定要控制好水量和频率。姜呢很怕涝，土里不能有积水。种植生姜要在温暖的季节，温度低于15摄氏度，姜就长得很慢了。低于10摄氏度就干脆停止生长了。而且姜的生长期比较长，一般要收获老姜呢，至少要种210天，也就是7个月。所以种植姜一定要选择好种植时间。比如我们这里气候本来就种姜有点勉强，按照7个月的生长期来算呢，要8月末至9月初就要在室内开始育苗了，最晚呢要10月份就种植在土里了。那么7个月之后呢，就是5月份，就是这里的秋天。像今年5月份呢，我们这里的最高气温就已经低于15度了。这么算来呢，勉强够7个月的生长期。好在我今年有了温室，我是在4月末把姜的箱子搬到温室里的，这才让这些姜呢又多了一段不算太冷的生长时间。这里说的月份呢，是我们南半球的种植月份。如果您在北半球的话呢，种植月份其实也很容易掌握，就是把我这里说的所有的月份都减去6个月。像我说10月份我这里播种，那么在北半球的话就是4月份播种。来年5月份我这里可以开始收获呢，在北半球就是11月份可以收获。在气候好的温暖的北半球地区呢，其实9到10月份就可以开始收获了。所以很多网友在提问时只是问几月份种几月份收，其实种植不能单纯说月份和日期，主要还是要看气候，看当地的气温状况。南方北方都是在不同的月份种植的。好啦，今天又啰嗦了一堆，希望爱好家庭种植、家庭园艺的朋友们都能种什么接什么，每天都满载而归。好啦，感谢您的收看，别忘了给我点个赞哦，还有关注习小厨和他的菜园子。
好啦，咱们下期再会。